无需千呼万唤，随时都会出来。王一博片场拍摄热烈的路透照，果然隔三差五又来了。路透中的王一博骑着单车，蒙着表情，再次帮表现欲强烈的大鹏导演收割了一大波不必要的关注度。而这种关注度，申万我也说过多次了。众所周知的，高频路透都是有利有弊的。站在吃瓜的角度，大瓜、小瓜、胡瓜、烂瓜，个个都是瓜，能让眼睛不闲着就是好瓜。然而呢，站在真爱粉的角度，那种肉眼可见的恨不得把故事梗概都路透出来的欲望，只能严重削弱了整个故事的吸引力和完整性。大家都能扪心自问，谁会有劲找出2-3个月前的报纸去津津乐道那些已知已阅的旧闻呢？您不会，我不会，当然了，大鹏的难言之隐除外。对比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，有一种宣传就叫做拉近距离感的摆拍手法。这种手法的延展性，明晃晃的要比简单粗暴的扒皮街拍要拉分很多，高超很多。这波热烈的路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王一博这是忙着赶通告的节奏呢，实际上是在拍摄片场。王一博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名追梦的街舞少年。其实关于这部剧的路透真的挺多，太多了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关于这部作品的路透，开机时刻的热烈，到拍摄过程中各种的取景地都没有说有特殊保护过。因此这部剧作品明晃晃是需要相互催眠的额外宣传加持的。所以很多人难免反问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路透呢？甚至群演都能够夹杂私货出街，这情况屡见不鲜，目的性超级复杂。说1000到1万，因为很多人都是奔着王一博去的，所以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情况，貌似可以双赢、3赢、N 赢。这次路透照放出了王一博骑着单车，一身长裤上袖的装扮，素人模样。通过路透照看得出来，王一博的妆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精致，反而挺邋里邋遢的，很随性的一个妆容，非常符合送外卖的小哥模样。短发后的王一博依旧看起来少年感十足，给人的状态也是很精神的，全然没有了镜头银幕上经常看到的那个爱豆风酷盖饭的他，反而呆萌了不少，地气了不少。透过这些路透照，这个样子的王一博依旧是很招人稀罕的，因为他的认真经常会写在脸上，就那么简单，肉眼可见的。王一博真是在努力做一名好的演员，所谓干一行像一行，他根本不再受形象的困扰。当然了，依旧有人执着批评他的演技一般。然而呢，演技这个东西的确需要的是机会，需要的是磨练与煎熬。影帝影后也没有点石成金，天生演戏的造神动作，即便天赋异禀的人也容易走火入魔，表情超标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比方说一个演过韦小宝的名角，加倍加量不加价的火星表情包，让他的天赋异禀秒变成为了人见人烦的史前浮夸。因此王一博的一步一个脚印还是走得稳妥的，能够凭借一部作品让大众认识到他，说明吃瓜观众起码认可了王一博与人物角色的贴合。只有演得不错，才会拥有这么多人喜欢。如今的王一博重点已经彻底转移到大银幕上了，作品更是集中在电影作品上，这对于演技的要求其实更高。相信这么多作品都选择他，快捷径上奔跑的他能够跑出一个艳阳天出来。毕竟电影圈的冬天似乎遥遥无期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在看到大量的热烈路透照后，都纷纷表示出了拒绝的口气。这种拒绝很值得玩味，因为不得不说的是，有些放出来的路透照依旧是营销号的水印，甚至都是在集体转发的，看来是 KPI 的要求来的。甚至呢，每次还都能提供出整个精致走心配套文案的热搜词条出来。这种操作呢，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吃瓜皮。一来二去，大鹏也是欢喜，毕竟都是一种变相的宣传来的。毕竟这部作品是轻喜剧题材，聚焦的是街舞少年的追梦之路，很励志的。无论黑白，无论大小，形式广泛的宣传都是刚需的流量。即便王一博的本尊并不这么想，这种商业化套路的设定其实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的，基本上大众都能够猜到背后的熟悉设定的。所以呢，懂的人看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安利这部作品太多就好了。聪明的人转过头对街舞大力宣传，倒是多多益善，
反过来呢，也是对这部作品的最好宣传了。说白了，大鹏是个聪明人，只是他的想法还是比较粗糙，对比一下就知道。因为宣传这玩意真的是讲究技巧的，在新万我永恒359度的视角当中，正确宣传要卡对鼓点，踩对节奏。比方说赵丽颖和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一部片子大量的快节奏闪拍和路透，除了满足闲暇吃瓜的欲望，似乎很难留下让人思考和回味的空间。例如赵丽颖割大白菜的乡土照片，明晃晃就是宣传用摆拍来的美美的取景、虚化和构图，无一不在提醒着吃瓜人这个环境和这个人的故事。重点是赵丽颖作为镜头的主角，标准的动作和认真的态度，简直可以把吃瓜的想象力拉进了画面之中了。这就是成功宣传的重点和终点了。话说《幸福到万家》正式刷屏之后，大家果然不出意外的一直都热情高涨的追剧。不少人赞不绝口的是，又一次见识到了赵丽颖高超的演技，化身农民就特像农民。不少人都不会想到，这么水灵的一个孩子他妈，并且还是现实中成名已久的大明星，居然下地收白菜的手法竟然还这么娴熟，真的是给人眼前一亮，再刷一晃的感觉。如果你没看这部精品剧，如果你没看见过赵丽颖下地干活，那你可就亏大发了，白白错过了一次体会上山下乡、大饱眼福的宝贵机会了。虽然赵丽颖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跟着大人干过不少农活，可毕竟那是小时候了。她出道都有16周年了，再下地收菜还能行吗？结果呢？事实证明，有些必须走心的技能，一旦给那些鬼聪明的人掌握了，就算10几年过去也忘不了。来到一片满是绿油油的大白菜的菜地里，画卷中的赵丽颖轻轻松松，手起刀落，一颗大白菜就乖乖躺在了地上。她能这么干净利落地把一颗白菜砍下来，除了娴熟的手法之外，还多亏了她身上的这身装备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农民，赵丽颖下地干活的时候，直接脱掉了女生都喜欢的裙子，换上了宽松的运动外套和牛仔裤。可能是新型农民的缘故，人家赵丽颖还很讲究地戴上了一双白手套。干活还戴白手套的农民，在乡下农村基本很少见，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光着手接触泥土的。虽然那样很接地气，但是却很容易伤到手。不说其他时候，砍大白菜的时候，最好还是戴一双手套比较好。鬼聪明就是鬼聪明，不是盖的，您说对不？看着这个专业摄影师镜头里的摆拍当中的农村妇女赵丽颖，导演居然还适时穿插了一句非常必要的功夫梗，那是一句找赵丽颖拍戏之前的担忧台词。当时的导演这样问赵丽颖说：“让你演一个会割菜的农村妇女，能胜任吗？”请注意，割菜是个关键字，不是割草，希望您懂的。赵丽颖笑着说道：“导演啊，你可以自信一点，把那个'妈'字去掉。你找我演农村妇女就对了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像割菜这种小活，我小时候可没少跟着大人干。”于是乎，导演笑着说道：“其实我之所以找你来演这个角色，就是看中了你这种本色出演的能力。从你割菜的娴熟手法来看，我就没找错人。”不妨矫情的赵丽颖笑着说道：“在干农活方面，你永远可以相信颖宝，这是我除了演戏之外的最强的一个强项。之前申万我也聊过了，横向环顾整个85圈，真的没有几个人具有赵丽颖原汁原味、原生态的可塑性。而且赵丽颖自从出道以来，几乎都是以仙侠剧、古装剧、都市剧为主的，很少涉及到这种乡村题材的剧本。这种演绎道路的弯道突破，如此的蹑手蹑来，是不是也是一种后天的勤奋可以完美解释的呢？被赵丽颖演活的和幸福，既貌美如花，土气倒渣，又能人见人夸，赚钱养家，这在农村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媳妇。有瓜客说，我也想娶个这么漂亮的农村妇女做老婆，这个梦不知道10辈子之后会不会笑醒呢？就连同样颜控的申万我也是想都不敢想。当然了，真这么想的人，还是彻底打消这些个陈念吧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耗子生来动为无。话说回头，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能穿高跟鞋和裙子走红毯，也能穿运动鞋和牛仔裤在地里砍白菜。这样的全能型媳妇赵丽颖绝对是个能过苦日子的好女人，只可惜妈宝冯绍峰不珍惜。
有缘的人不妨继续念念不忘，爱必回响吧。如果您有感动或者感应，别忘了评论区的标准动作。